大家晚安哦，等下我们准时开始哈，大家晚安哈，我们等下就开始，好吧？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哦，这礼拜真是一个波涛荡气回肠的一个礼拜啊，那对我来讲是这样的，那世界局势也是这样。那首先我们还是讲一下我们的西游降我录啊，我们已经开始给各位去贩售了，在我们的贴文里面、朋友圈，还有我们的 LINE， 还有各个地方我们都通知了。西游降我录这个东西啊，坦白说啊，它是一个绝对让我亏本的东西，但是这个对大家很重要，所以说老师还是要把它做得最好，然后给推出给各位。为什么呢？因为各位你要知道，虽然里面呢看起来好像都是 AI 生图啊，还有一些配音好像没什么，可是各位你要去知道，老师给各位看的这些声音的配音，还有贴图那些示意图，哦，图就算了，图大概7、8千张吧，你就看多少钱吧，好不好？那你就算了。配音是以秒计费的，好吗？我总共加起来，加起来这70几个小时，70、80个小时，它是以秒计费的，你就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最后怎么卖都不可能回本的，好吗？但是对各位很重要，西游降我录啊是奉天之命啊，给各位去录制的。那我也写了4年啊，各位都知道，老师一直讲的一直没播，因为各位听就知道它很难写。写了4年哦，那写了4年之后啊，给各位看到的这一切啊，其实啊都是在每一个人啊，你只要是我的听众，你在其中某几段的回合里面，你会发现跟你的现状基本上都是雷同，但是怎么解决，它里面已经告诉你了。你听不懂没有关系，再给老师一点时间，老师会把这个总共将近快100万字的这些所有手稿啊，我把它就全部交给了我们的一个数位陈老师哦，你哪里不懂的时候，或是你觉得心中有哪些疑惑的时候，他告诉你看哪集，好不好？来跟你解释，好吗？买西游降我录的都会送你 T 点，好吧？你问太多，当然后面要收费了，但是也不贵啊，几百块而已。但是呢，各位，西游降我录对你的人生来说，它是极端重要的。你可以不用找老师算命，但是你一定要看西游降我录，好吗？这对各位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啊，那个我们姓名学也开始了。姓名学的话，我们7月1日就会开始上课。那呢，1个月内就会把它更新完毕哈。因为我老师课件全部写好了，我要录音。为什么那么还没录音呢？西游降我录也是要时间的嘛，对不对？还要写大结局，还在把它合成中。所以说呢，那个姓名学，那很多人一直说，老师，那你到底今年要不要开那个行家派的风水？那个给老师一点时间，好不好？7月底之前，我告诉你要不要开，好不好？7月底之前，我告诉你会不会开这个行家派，因为去年学理家，今年要学行家，就是你要眼睛看就知道你家里哪里有问题，或者你的工厂哪里有问题啊，那个就是行家峦头。我们去年学的是理气，对不对？理气就是你自己画图，然后知道哪里有问题，但是学到行家，你一定要有理气。你有了理气的核心之后，你看行家就是你稍微罗盘或放一个什么指南针一拿出来，你就知道啊，干出代级啊。好，因为他那个行家哦，他其实是很重要的。今天应该要推行家，但是我不知道来不来讲，我尽量好不好？尽量给各位，好像很重要的。西游降我录真的是给各位一定要去看，好吗？这个你不看，我觉得这699你省下来，你也不会发财，但是呢，699可以改变你的一生，甚至改变你的家人，甚至你的子孙万代，都会因为西游降我录里面的一个观念，给你很大的帮助啊！不要小看西游降我录，这个是上天要给各位的礼物，但是是花我的钱。亏本亏大了，我妈，我亏了10几20万台币，他妈亏大了，我这真要命啊！成本就这么高了，好吗？好，我们听了不说广告了哈，我们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讲题，好不好？首先呢，我们那时候看到重要是什么呢？俄罗斯我们很久没有去讲了，你知道吗？俄罗斯啊，从他这个地方啊，从他那个打4年之前呢，开始往这个乌克兰那边去侵略啊。那他侵略没有错了，虽然他的利益是你让北约不能东扩，因为他上太多次了。乌克兰只要一加入北约，这对那个所谓的俄罗斯来讲，一定是一个影响。所以说对他来讲，他是一定要想办法维护自己的。但是实质上来讲，他是侵略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虽然乌克兰本来以前是前苏联的领土，但是那是苏联解体之前，你不能把它放进去嘛。谁把它上古世纪都拿出来的事情来讲啊？我告诉你，整
整个亚洲都是蒙古帝国，好吧？那是不是都是蒙古人的土地呢？就不能这样看嘛，因为蒙古国还在嘛，对不对？他曾经占领到欧洲去了，是不是全部都是蒙古国的？那不能这样讲，然后干脆说到大唐盛世好了。这个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玄奘啊，他从这个是历史上的玄奘哦，他从唐朝长安出发，到了这个天竺国啊。它里面的这小说里面那个大雷音寺，它实际上它有一个现实的一个寺庙哦。那他过去的时候花了14年的时间哦，14年哦，回去的时候花不到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他所经过那些国家都被唐朝占领了。所以是说他去很久，回来很快，对不对？但是那些国家现在是不是属于那个中华民族？当然不是啊，那人家的领土嘛，对不对？所以说啊，现在俄罗斯啊，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的一个战争经济是比较痛苦的。我们虽然看到啊，我们去年也有讲过，俄罗斯2025年的 GDP 啊，它还是属于正增长，打仗打到这样还可以正增长，你说这个国家厉不厉害？我说真的，它真的是很厉害。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要去，其实我们到这个2026年的年中啊，我们就要来盘点一下它的正增长基于什么东西呢？它的正增长是基于军工厂加班日夜去造坦克，还有各种军火所堆出来的。所以说呢，他们的财政啊是把钱拨给了国营的兵工厂，生产出了坦克、炮弹运到乌克兰的前线。几十年，但是问题是这些坦克啊，几十天之内啊，就有可能被乌克兰它的一个无人机去物理性的销毁了。所以说，它生产过程之中有没有营造出 GDP 是有的哦，那确实是有的。这个东西在美国的二战或者英国或者法国没有了，这算是在英国哦，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也是一样，军工产业在战争期间那是贡献了巨大的 GDP，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是说，现在只有部分国家在打仗，不是全世界都在打仗。你在全世界都在打仗的时候，这个 GDP 啊，那可以维持你的国力，维持到非常好的一个阶段。所以说，美国队长去跳舞嘛，卖公债嘛，对不对？美国队长第1集看过吧？他就是跳舞卖公债，是不是？所以说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打仗，你做这个军工厂自己去做，那你有原料的话啊，那当然对你的国家生产是好的。但现在不是，现在是大部分的国家没有战争。少部分的几个国家，比如中东那几个地方战争，还有就是乌克兰这个地方战争。所以说啊，在这个状况之下，它生产过程贡献了 GDP， 但是被销毁的军备设备啊是没有办法让他们国家创造任何的财富。美国当时是可以原因，是因为它的本土没有受到袭击，但是俄罗斯有啊也被袭击。所以说啊，这个东西即使啊中国它自己也是一样。中国他自己也是砸了几百亿啊，去在深山去建大桥，或是呢他们去做一些大基建啊，比如说他们去穿山打洞，对不对？那个竖井就真的是直这样卡下去几百米，就为了让那个山地里面的一些百姓能够出行。但是这个是说好听话了，很多说呢中国基建很伟大，让每一个地方都能通电，每个地方都能够小孩子的父母都可以回家，这个是温情喊话。但实质上来讲啊，意思是什么呢？只要桥能够到的地方，只要陆地能够到的地方，只要是道路都可以修建到的地方，它的兵工厂就能够开过去。很简单，就是防卫国土的一个良策。你这些大山里面啊，如果哪天发生了一些战争的时候啊，你要怎么维护你的国家领土？很简单，你要有路嘛，没有路你坦克也过不去嘛，对不对？你的这个导弹发射车你也能够过得去嘛，你不能只靠轰炸，你要看士兵过去。所以说，中国他在做出大基建的时候，各位不要只看他是说好像很温情的，就是让小孩的父母能够回家。重点是他的士兵也可以到处去，那这样的维护他们国家的安全才是很重要的。印度就是不行在这个地方，印度它本身啊，这各个地方为什么是他们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国家？但是啊，他们基本上都有很多的地方的势力，他是跟你讲不一样的印度语，然后实行跟你不一样的法律。对不对？他们有各地他们自己营造了一个策略，他也不见得跟你中央去上缴他的一个税收。所以印度是一个大一统的它大部分说帝国，但是也接近帝国了。但是呢，它是一个松散联邦，说它是印度没有错，但是呢，不归印度中央管的地方很多很多，就连美国也是一样。各位，我们在看这个东西都要去看全局。美国很多的一些地方的一些州啊，他们有些是农场他们走农庄制的。农庄制是什么呢？他们农场里面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民兵组织。哦，这个是在美国是合法的，讲是合法的。比如说呢，洛克菲勒他们自己也是有这样的很多地方的农场啊、农庄，然后地方的武力。那你这边所工作的一些工人啊，你可以有他们给你受教育啊，然后给你买房啊，给你买车啊。但是呢，你就像世代住在那边，成为他们的工人一样。过去100多年前是这样，100多年后的美国也是这样。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他们的水资源越来越不够了。当不够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这个东西我们以后再讨论。但我们回到俄罗斯，说在俄罗斯这个地方啊，它现在没有办法是说我消耗出去的东西能够造成 GDP，但中国的消耗它可以造成 GDP， 这是因为它有物资，它有士兵，它有所有东西可以考量上去。但是你丢到战场上的东西，就是出去就是没有回来了。所以说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啊，它在2026年的全年的财政赤字的目标是3.79兆卢布啊，就是中国就是3.79万亿的卢布。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给自己的赤字上限是3.79兆，但是呢，到2026年的1月到2月之间的赤字就已经累积到3.45兆卢布，所以基本上呢，现在就是赤字了啊，你基本上你都已经超过红线很多了，对不对？你超出很多了。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自己的国家财富基金啊，它也在不断的缩水。比如说呢，它战前有405吨的实物的黄金，跟1135亿美元的流动外汇。但是经过这4年的一个战争之后啊，那黄金啊从405吨啊，那降到只有173吨。那呢，这个东西啊，很多人就说就不到100吨，没有，它目前为止我可以找到他们公开的资料，那是173吨。那它原来可流动的那个美元资产呢是1135亿，打了4年之后剩下400亿。所以说实际上来讲，它缩水是蛮多的，但是我们要去看一件事，它是分4年缩水这么多，所以它的抗打击能力还是非常之强。就是说你要说现在俄罗斯它的财政不好，所以说现在乌克兰会反攻胜，这个概率是不高的啊。如果再维持1-2年，那首先要看你欧洲跟美国愿不愿意打这场仗，因为俄罗斯它是撑得下去的，它只是撑得很难看，它不代表撑不下去，因为4年腰斩，那么它可以再打4年，你信不信？那4年它是够的。当然了，按照目前的2025年，俄罗斯全年实际军费是高达1800亿美元了，单靠它现在只剩下400亿美元的流动外汇啊，似乎连4个月都撑不下来。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它美元资产本来就是有计划性的，然后要去降低，因为你只要是美元资产，你花钱花到哪里去，那美国政府那边都会有记录哦。就用美元，为什么很多国家要去美元的原因在这里，不只是美元它的汇率波动有点大，那现在大家要避险之外，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啊，你做任何交易，你都要去通过它的交换中心，所以你要知道你美元你买了什么东西，得到了什么东西。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啊，它减持美元本来就它的策略，但是也没有这么大啊。实际上来讲，它的确它的国家的实力啊是真的是至少我说的至少打6折。这个是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因为我们刚看到他打对半嘛，没有，我们可以说他至少打了6折，这个是一定有的。而在这个状况，只是国家财政花完，那有什么问题吗？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就在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啊，我们就提到是说，俄罗斯它本身的农业是足够它全俄罗斯的人吃的，到现在有没有改变呢？到现在这个前提是没有改变的。俄罗斯它自己产农业是绝对让它全部俄罗斯人喝着那个伏特加，然后呢还足够可以吃饱的，没有问题。但是它的小麦的产量啊，预估从9000万吨骤降到7500万吨，这足足就少了1500万吨。这个东西就是很大的问题了。为什么？7500万吨够不够俄罗斯人吃？够，绝对够吃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卖出去。那不就够吃而已，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足够的这些农产品啊，能够卖到国外去。你说这些小麦你卖到中国去，人家收不收？收啊，为什么不收？一定会收的，很多国家都愿意去收粮食嘛，粮食没有嫌多的啦。我说实在的，各位你看世界各地都一样，粮食是没有嫌多的啦。在任何的历史朝代里面，无论中国或者是你整个欧洲的历史一样，粮商永远是乱世中的大赢家，也是盛世中的一个官位的购买家。你只要是做粮食相关的，你家里你达官显贵，你一定有保护伞。为什么？没有保护伞，你不能持这个国之重器嘛，因为地主家的余粮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是俄罗斯现在的，因为他自己调遣了兵力因为他冲到前线去了，你要驻守新的地方，无论这些兵力有没有损耗，我们一定会死人嘛。我们先说，无论他有没有损耗，那么你的确是把你自己国家里面的青壮年，他青壮年一定得要上战场，对不对？那上战场你死掉了，给你1000多万、1200万那个卢布的抚恤金，那你没死掉，问题是你也没办法回来去收割你的小麦。所以说它减产是一定有的，甚至说它的冷链也是不够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它的消耗就变成是人力资源的消耗这是很重要的。这人力资源的消耗，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转回去投到中东。中东以色列现在做什么呢？直接杀你小孩
他们现在全力杀小孩，你只要小孩杀了，你后面就产生了人力资源的断层。对，这个真是釜底抽薪的一个好方法，你说对不对？你说不说以色列人是不是那个犹太人特别有智慧呢？他们特别有智慧，专杀小孩就可以了。这是他们，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们的神给你们这样的指示，专杀小孩就对了啊，蛮有意思的，好吗？好，讲回来看了哈，现在问题就在于是说，俄罗斯它本身自己的元素周期表，也就是说呢，我们所看到元素周期表啊，它是门德列夫所做出来的。那为什么这些俄罗斯人做出来元素周期表呢？因为那个所有元素周期表的东西啊，在俄罗斯里面都挖了出来，所以说他们本身的矿场也是够的，但是没有人去挖啊，这也是问题。第二个就是他们有石油、有天然气，那石油、天然气你卖不卖得出去呢？一定也卖得出去啊！到现在一定卖得出去，因为他们本身是重油啊，不是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轻质原油，但是呢，那个俄罗斯是重油，那也没有什么问题。那它能够卖给谁呢？当然首先一定是邻居嘛，卖给中国。所以说呢，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啊，超过一半是流向中国的，加上印度、土耳其他们也有做一些平行输入。所以说啊，它在2025年俄罗斯的油气收入啊是2000到2500亿美元，但是呢。它之前在开战之前呢，它是3000亿美元以上，所以它有没有缩水？是有缩水的。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就是变成乙方市场拿翘了，因为甲方算是甲方市场拿翘了，因为它是供货商嘛，它是乙方。现在甲方就有大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去购买俄罗斯的原油，每桶是低于市价10到15美元，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是70美元，那么他只要跟他买55美元，他就可以买得到。这就是有折价嘛，因为你今天要让利嘛，你今天卖不掉，那我买嘛，我买你是不是得折价一下？是不是？一定会折价的。所以说啊，这些收入是不是就会被打折？那打折之后，这些金额是不是我们刚才看到又要回填去给军费？所以是说啊，长期来看呢，这个全球的能源如果现在有点紧俏的时候啊，尤其是伊朗打得很凶的时候，那么俄罗斯就受到了回补，你知道吗？他就补血了，对不对？你打伊朗，然后呢，伊朗回击，然后呢，俄罗斯补血了，因为它卖出去的油变贵了。对，长期原油也是一样嘛，因为平行输入像土耳其那些平行输入还有印度，那就立刻就补血了。但是你的油价跌回来，对美国有利，那对那个俄罗斯就不利了。但是呢，以色列就不高兴了，因为油价跌下来，代表是说伊朗打赢了，那油价才会跌下来嘛。但是这个不行啊，对不对？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你要赢也不行，要输也不行，两边都会不断的去消耗比较发达国家的问题。各位要注意到，这场战争无论打的是乌克兰还是打的是中东战区，永远是越有钱的受伤越严重，因为通货膨胀催收的利率往上升。那通货膨胀利率往上升之后啊，百姓都要把钱交出去更多，那么会造成你自己本身的货币会不断被跌上去。但是你没有参与到战争的，比如说中国，它受到影响就会越来越小，因为它自己能够产出的东西是很多，因为它的来源也很多。所以这对于富有国家来讲，尤其是欧洲跟美国来讲，那基本上都是伤筋动骨的战争这个是完全是怎么样呢？一直不断需要他们国家的元气。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其他你说像非洲啊这些比较贫穷的国家，会不会有问题呢？有问题，因为他们的对外面的所营造进来的一些资金啊是变少的。但是呢，本来就穷的人，他再多穷一点，那也就这样了，对不对？你都已经家徒四壁了，今天屋顶再漏个洞，但是也不常下雨，那也就算了嘛，对不对？这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所以说啊，现在即使是说现在俄罗斯整个状况是很不利的，加上西方的技术封锁。俄罗斯的能源产业它虽然也是慢性失血，但是它还是撑得住，可以撑多久呢？目前来看，可以撑个1-2年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关键还在于欧洲跟美国愿不愿意撑这1-2年。如果你撑不了这1-2年，那胜利的人还是俄罗斯目前为止还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毕竟它占领了乌东下面它还是有它的稀土，未来现在不好开采。乌克兰乌东地方的确蕴藏了世界上大量的稀土，可以数一数二大量的稀土。另外一个地方是格陵兰嘛，但是它不好开采，不好开采。俄罗斯有没有能力开采？也没有开采，没有能力开采。所以最后要开采，它一定是需要中国的设备、中国的人才。说中国是怎么样？我他妈什么都不做，我他妈就会赢，就这么简单。什么都不做，他就会赢。所以说，你说今年这个中国会不会进行比较大的一个动作？我告诉你，中国的高人多了去了。对不对？我都看得到的事情，他们看不到吗？他们今年只要什么都不做，在年底的时候做一下，他们就整个是赢的国家那一方面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好吧？所以说这个乌克兰这个地方其实还有的拖，但是我认为乌克兰如果聪明一点
他今年把它结束战争啊，对他们自己可以谈到的条件一定是比较好的，因为俄罗斯他真的还拖得起，问题是欧洲真的拖不起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了没有？我们继续往下了。我看哪里去了？哦，秀小卢，接来看一下哈，有人拿就业实际证书整展是有。新平台姓名学订单，支付宝无法支付，现在可以了啊，现在可以了。现在已经可以了，好吗？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前2天不行了，昨天可以了哈，昨天可以了。那个，现在姓名学在我们的那个大课堂我们的大课堂里面啊，支付宝是可以收，都可以收了，好吗？获利前做的是后面的哈。老师要不要成吴承恩的接班人改为宪法名义上做？希望哈。中国3线建设挖这个成昆铁路，从来死多的没办法。台湾的你要挖雪山隧道，那也是死很多人的。你做这个基建，你不可能不死人的。有没有这些英烈在，我们所有重大建设都不可能。台湾以前的10大建设，你超过40岁以上都知道。台湾以前10大建设，那也是非常惨烈。10大建设跟12大建设，多少农工处的这些伯伯们啊，这些老祖宗们，他们牺牲了多大，对不对？是很重要的。我可能不说高利贷哈，高利贷这个没有当铺，这个有智慧啊，这个做的才蛮有智慧的。综合也是伤亡不少，是的确是这样子哈。美元潮汐是这样子啊，是美元潮汐是的确这样，大家都还蛮有智慧，我觉得大家都很厉害。道路不会因为你节变短哦，谢谢，我觉得这很熟。我说这句话有点熟，也是我写的，好吗？俄罗斯有没有可能拿远东原属于中国土地跟中国交易？不可能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土地是任何国家不可交易之资源啊，任何国家都不会交易土地。你说早期在苏联时期，那个苏联把那土地那个什么魁北克啊，这是卖给加拿大还是怎么样，忘记了。反正总而言之，过去在战争期间呢是有可能，但是现在这个状况基本上是不可能去换土地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好，感谢曲老师赞助，感谢曲老师哈，感谢曲老师赞助。黄金可以买吗？你有就一样，黄金放10年你一定赚啊！不要着急，黄金你随便拉10年都是赚的啦。你现在2026年嘛，你拉2016年的黄金你赚不赚？你肯定也赚啊，那不可能不赚的。通货膨胀那是死局，没有人逃得过通货膨胀，没有办法啊！除非你像印度一样，你锁国1000年啊，不然的话不可能不通货膨胀的嘛，你一定会通货膨胀，那不可能会改的，对不对？那是不可能会改的。所以说那个放心，你只要不锁国，通货膨胀一定有，通货膨胀有，那么你一定会变成是说黄金一定会往上涨，那个不用看它短期的东西，好吗？哦，时间表大概再来是这样子啊，我们最后看老师直播嘛，对不对？中国和台湾因为储备的原油很多，这没大问题，那这个就不对了哈，因为台湾有问题，好吧？台湾是有问题的。哦，感谢那个王婶哈，感谢没有哈，感谢您赞助，谢谢。来，我们继续下去哈，台湾是有问题的，好吗？所以，我们接下来去讲啊，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这美伊冲突对台海的局势是有影响的地方啊，为什么呢？因为在6月27号，也就是昨天啊，那个长荣货轮啊，在赫尔木兹海峡被打到了，就被打到了，我们有没有这长荣属于台湾？台湾有没有发声去说呢？不会说的啦，没有啦，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伟大的政府，伟大的民主领导人啦，他们要看那个内湖区有没有淹水的问题啦，好不好？我们的伟大的那个台北市长候选人啊，沈立伟啊，他也要去视察一下，对不对？那个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长荣货轮被打爆，那你家的事情，对不对？跟他什么事呢？啊，那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不可说，佛曰不可说，好吗？但是呢，这个东西啊，不能是开玩笑的。在实际上来讲啊，这个是任何的商船的不应该遇袭，好不好？你不能像李蒙一样白衣渡江，然后搞一些运兵，那这个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是不能够有的。但是你一般的货轮你是不可以去打的，好吗？所以说美军啊后面就进行了各什么报复性的空袭伊朗设施啊，伊朗在反击美军的据点，然后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他必须打，然后呢你也必须反击。到这个状况之下，你之前签的那个合约是不是就可能会作废？其实各位不用太去想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当时一开始签的备忘录的时候，老师没有给各位去做这个临时性的加播。第一个是忙稀有小火路，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我根本就不相信美国会认同这个备忘录，为什么？因为我们去看那14点的美军的一个美伊之间的那个什么停战谅解备忘录，这个里面根本就是一面倒对伊朗有利，你这个合约能过才见鬼了！一个美国堂堂的世界最强国家。它不是世界霸权之一，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目前为止，名义上、实力上，它都是属于世界第1强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这个强国快倒了，但是它问题是，
那综合实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还是属于世界第一的。那么在世界第一的状况之下，你去签这14点停战备忘录，那不是疯了吗？你谁会相信那个美军会说我赔你3000亿重建基金啊？这个东西虽然不用美国去出，但是他要日本出啊，要那个什么中东各国去出，这怎么可能呢？其他国家为什么会同意呢？就算同意，对不对？实际上你还得解除他所有制裁，那不是等于是美国认输了吗？就但是我就不觉得，我觉得你还是让子弹飞一下，因为7月份本来就是一个小内战，就是锅盖起来，他们自己去打。我不相信这个事情会这么顺水推舟，所以当时就没有给各位去做直播。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就是，现在果来到后面了，他们进行了这样子的状况，也包含了就是说以色列他跟真主党的战线也没有什么停火。6月20号的时候，他们还是继续打黎巴嫩啊，对不对？22日。那以色列总理宣布怎么样？无限期驻守黎巴嫩的那个南部的安全区，是不是？那你在别人国家，然后你无限制的去驻守，那开什么玩笑呢？这个事情你跟伊朗的条件一定是抵触的，所以你怎么去看，他都不可能会说这么容易去停战。至少我的留言里面我没看到停战的状况嘛，我们这样停战的状况，我不相信啊。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就变成是说，你霍尔木兹海峡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筹码。当然，面对现在的伊朗来讲啊，他们的军政府来看啊，现在还是必须要掌握这个海峡，因为它可以去掌握是说他们自己的一个重大筹码，就是大家的航运还在这个地方。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啊，除了伊朗革命卫队之外，第二个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美国，它也需要这个事情的发生。因为如果你签约完成了之后，那你真的是让这个水到渠成的世界恢复和平了，那么美国就没有钱赚了。最没有钱赚是什么？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战争部啊，在6月20号要求了他们的美国国会啊，批准800亿美元的美伊战争的这个开支啊。那所以是说，这个预算呢，就一定要让它过。那如果你现在都已经签了，是说我现在要去互相谅解备忘录，我们可能要开始停火了。那么国会就讲停火了，你跟我讲这个800亿，你是当我怎么样？我怎么开印钞机的，对不对？你这印钞机也是犹太人开的，又不是我开的。你现在一口气跟我要800亿，这合理吗？所以说你要让这个预算合理通过就很简单，你战事是不能停的。所以说呢，战争拿在哪里呢？战争问题就在于是说，不是在公理正义上面，战争的需求永远是跟资本是有关系的。哪个资本需要，它就爆发哪里的战争。所以说，一战就是欧洲闲出屁来了，大家有钱人没事干，打一架，对不对？看你是有钱还是我有钱，我们打到死为止。哎，谁知道了，大家打穷了，没了，是不是？所以说二战也是一样，二战就是我去抢，我觉得你们有钱，我就抢你们的，所以现在跟钱是有关系的，利益是有关系的。你在任何的一个世界里面，利益是什么？不一定是代表钱，但是它是可以交换你生存空间跟生存物资的东西。无论是细菌，无论是蚂蚁迁徙，无论是猎狗、豺狼、狮子、老虎，都是一样。战争的发生一定跟利益有关系，只是人类利益是有单位，就是钱。那是资本啊，这就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不然，全世界整个地球的物资绝对可以再养起我们所有的生命。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一起战争呢？就是我要你的，我钱都不够。就这么简单。贪心又会让你更加的痛苦。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个很简单的公式，是什么公式呢？就是你的现状减掉你的期望，你剩下多少还是负多少。如果你的现状减掉你的期望是正数，那你就过得幸福。但是你的现状减掉你的期望是负数，就是代表你想要的更多，那么对不起，你不可能获得幸福，你也不可能获得快乐，因为你心中那个阿修罗会觉得我拼命的要，我就是要，那么就只能去抢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啊就很简单，在对美国军工复合体来讲啊，不打这一仗他们拿不到钱。那对于伊朗革命卫队来讲，我没有办法去稳定我的政权，也不是什么时候。我现在如果是说现在签完了，那么我革命卫队是不是要退回去以前的民兵组织的位置？那但是我想要这个国家，我想要执掌这个权利啊，那这个战争也不能停啊。那当然，以色列鹰派也是觉得是说开什么玩笑，我现在还没把他们的小孩杀光光，对不对？因为他在加沙蓄意针对儿童作为种族灭绝，你只要生出来的人都没有了，那你现在人老死呢，不就我就赢了吗？对不对？从根部开始往上去做，韭菜你不要割上面，你割下面嘛，对不对？把根拔起来，这韭菜就不会一直长出来了嘛。对，消灭所有异教徒，是不是？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哪一个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包含以前的那个波斯帝国也是一样，是不是？妇女跟小孩也是得杀光，波斯帝国就叫伊朗嘛，对不对？打仗就打了，把妇女小孩也得杀光。现在历史回力镖不打他们身上，一样的意思，好吧？这个世界上人类任何的国家都是这样的事情，就连狮子老虎也是一样。比如说你那个非洲草原上的狮子，是不是？当那个狮王成为新领袖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怎么样？
把前任狮王的小狮子全部咬死，这样子你母狮才能发情，它才能延续自己的指示，一样的意思，好吗？一样的意思，看谁比较丑陋而已，好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大家都必须要去说让这个战争要发生，它才有利益。那对其他人来讲不要啊，比如说航运业，他妈的我这钱赚不到，对不对？或者我要付很多的保费，不然我还付点保护费。比如说美国说，美国认为说你们要付我20%的一个这个什么过路费，是不是？那这个东西美国也想收，所以我们一开始就预测，美国它就是要收过路费嘛，所以他现在也是想收过路费，那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航运业就有很大问题啊，因为保险费增加，因为那个长荣货轮被打了，对不对？那被打了，那不管它哪个国家都是一样，商船不稳定，那保险公司得加保费，保费是那些航运业出的，那它能不能去加注在这个货品的运输上面？可以，但是你加注，那你就变成加出你的通货膨胀的一个推升，所以对大家都不好，它是对资本家好，而对美国财政利率也是不好，它800亿啊开支出去，那是挖美国政府自己的钱啊！你那个军工产业啊，跟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的军工产业是国营的，所以说无论如何，他的赚的钱肉烂在锅里，对不对？我今天赚了，我已给这个百姓找到的工作机会，那么钱还在我手里，是不是？怎么样呢？上面上看起来不好看，但实际上钱还在我手里，能够散出去的钱也在我国家里面，是不是？那基本上他还是有他们的一个内循环在，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台湾啊，台湾怎么样呢？这个台湾有些问题啊，因为台电我们伟大的这样讲，我应该不会被查吧？好吧，这个是公开的事情，我跟你讲，这是公开的，不是我杜撰的，好吧？这个各位可以去查都有，好吗？因为在这个什么呢？在那个6月20号啊，报道法国《世界报》质疑台湾是不是能够发展核能里面呢，他就讲到一句话：台湾电力公司啊，还有中油啊，已经借贷6000亿台币啊来去续命，为什么？因为他就需要去花更多的钱去购买不同的能源，来供我们夏天的时候有冷气可以去使用。那我不晓得国内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中油跟台电借了6000亿台币，让他们这公司可以运转下去。那么这里面包含的是我们的那个所谓的液化天然气，这些运输成本的飙升，这是跟我们的发电是有关系的。所以是说，你在跟我讲台积电，你在跟我讲这么多的一些好事情，大家都要去炒股了。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我的办公室里面那个扫地的阿尚啊，前阵子我不是跟各位讲吗？他开始炒股了，对不对？啊，他一炒然后就跌了。但是问题是哪里呢？问题是上周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样，那个阿尚换人了，扫地保洁换人了。我想说他是不是搞不好不是亏，还赚到一笔？然后呢，他现在是怎么样？专心当个炒股的菜篮族，所以把他位置卖给别人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也不知道。然后哪天我去探听一下秘书，我的保洁师跑去专门炒股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台湾你没有这些能源的基础设施，你要发展高科技，你要去给这些半导体发展，基本上你没有这个能力，它的成本会变得非常高，不是让企业成本变高，就是让政府去补贴企业这些用电成本。那企业就被补贴这用电成本，这些钱哪里来？我们纳税人的钱。所以说你说让整个台湾能不能够去稳定的去发展，目前为止根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说实在的事情我不是上台湾，我肯定也不懂产经，我他妈就是个算命的，好吧？算命的你就胡说听听的，我就算命嘛，我就不懂事了，好吧？就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告诉我是说股市在上5万点有没有问题？我觉得都是问题，因为凭什么上5万点？凭什么？凭你台积电你预测的你自己的业绩会很好吗？是这样子吗？回答我 ，Look at my eyes， 是这样子吗？你的台积电能够再扩厂吗？扩厂是今年就可以扩厂完毕吗？你的订单再好，你也得一笔一笔交出去吧？你不是说你今天生意很好，然后呢，我今天可以出了怎么1万片的晶圆，那我明天可以出5万片晶圆，可以这样吗？没办法，你的订单再满，你也是一件一件交出去。你的这材料再涨，你也得一件一件交出去。但是你让它涨到5万点的时候，那么你就完了。我说真的，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好吗？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霍尔木兹海峡又开始交火了，说美军必须去增强他自己的中东的战力的一个军事经验部署。那么你又得去从印太抽调它的海空的资源，那等于说在全世界各地所有的防务都要集中在中东这个地方。无论从日本抽调，我从那个南太平洋抽调，从各个地方抽调，都得到中东那边去，因为伊朗他妈打不死的蟑螂一样。问题在这里。那就算美国不想打，以色列爷爷也不同意，以色列爸爸也不同意。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就只能凹谁？凹伊朗？伊朗凹得死吗？一样凹不死。人家穷习惯了，你知道吗？他穷习惯了，你拿什么去跟他玩？人家就是已经穷到习惯了。我怎么会怕你呢？就是我就不怕你啊，我就跟你继续耗下去啊。
饿就饿啊，对不对？一天吃3顿没有，现在一天吃2顿，了不起一天吃1顿我还是可以过去啊。但是你美国大兵一天能吃1顿吗？不行，所以很多事情就是熬下去，它其实就会变成很大很大的问题。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也知道是说，台湾在6月21号的时候啊，我们同样也去进口了美国 MQ-98的高空无人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是对我们对台湾的一个军购法案，这是很重要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于是说，你给台湾这个无人机，这个 MQ-9的无人机对台湾整体防务它的帮助力是不是很大？因为它跟正式版的不一样之外，对于中共的军力来讲，你多10台的 MQ-9对台湾的战力去补充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家打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你有没有 MQ-9，人家还是可以把你打爆的，好不好？我们台湾进口再多那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东西啊，各位要去知道，我们台湾正在做一些无用功的努力。但是能不能不做？我们要相信我们伟大的党，我们台湾的领导人，我们的民主金孙啊，还有反正就这样吧，好不好？我们听伟大的政府的领导。但是我个人的算命的一个脑袋里面来讲啊，我跟各位讲，这个其实是防御是没有用的啊，你进口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你的训练也都是没有用的。现在最好的方法，你要去学一学什么立陶宛，对不对？你得去想想看，怎么样跟大国搞好关系，斗而不破，那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好吗？好，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啊？接下来我们讲一些跟 AI 有相关的东西哈。刚刚我都跑到哪里去了？画面在这里 ，OK。俄罗斯西伯利亚2号都美捷中国，那还在观望，怎么跟中国换领？这个是这样子，没有错哈。常会打到找谁赔呢？他保险公司赔，那不用谁去赔。另外一个高人说，北韩要开始开放，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好吧？这是有这个可能，北韩它会开放，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一个事情。因为那个金小胖他本身是受到欧美教育的哈，所以他其实他的方法并不会像他爸爸一样去做完全的锁国，而且现在整个世界也不允许你锁国。说真的，他现在的核子威慑的一个优势啊，只能在现在有用，未来有没有用那是一个问号。但问题就是在哪里呢？问题就是他自己能不能让自己的封闭的国家慢慢的开拓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你们把它扶植起来。现在落后，对他来讲是一个保护色，对北韩来讲啊，它里面的贫困跟落后是它的保护色，因为当你没有被资本所染指的时候，你就是安全的，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好吗？100欧洲的封建王朝干净了，好不？这个时候这个聪明真厉害哈，真是太厉害了。我们的郑辉真很厉害哈，真的很厉害，这个是非常智慧的发言。让最大台湾民族救星哈，身上多点现金哈，这很重要的哈。到大成对任何国家都需要长期的重工，是这样子没有错的。工能力是一个很需要这个事情。中国的造船能力是世界的，对，没错，它是世界最强的，好吗？它世界最强。所以你说中国有什么问题呢？我跟各位去讲，中国其实在最近30年发生任何事情，它都顶得过。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它有粮食，那袁隆平那个什么，他们所做出来这些科技的一些智慧结晶啊。真的是让中国变得很强的一个基础。那加上他们有内循环跟外循环，这双循环的状况之下，加上他们又有自己的工业能力啊，其实基本上它无论如何都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来得稳定。如果你不是抱有那种西方滤镜的眼光去看的话，那其实基本上中国就要迎来一个所谓他们自己的盛唐时期。那个真的是一个会非常严谨来看，它是一个非常强大。但是你在几十年之后可能遇到一些比较大的灾害，那是几十年后的事情嘛。我都死了，关我屁事，那个只能去烦恼，对不对？没事的，跟大家都没关系，好吗？好，来我们继续下去哈。所以说啊，现在这个月啊，其实很多事情发生，包含 AI 也是一样哈。这个中国现在推出了一个叫做林盛的一个 AI 算力的自主所以意思是什么呢？中国林盛这个东西啊，它其实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啊，它运算这些 AI 运算的时候啊，它可以主要用 CPU 来运算。而中国自己有没有产 CPU 呢？中国自己是有产 CPU 的，所以说呢，它自己可以用 CPU 去运算，而不是一定是需要那个所谓的 GPU 去运算这个是它的一个差别在这个地方。所以是说啊，现在中国他们用林盛这个模式啊，来去支持它的 AI 啊，它会不会能够去跟 OpenAI 或是 Anthropic 他们自己去做竞争呢？答案是不会的中国林盛这个东西啊，它是不一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林盛啊，它的一个 FP64啊，它是属于高度精算科学计算，它换成 AI 大模型训练常用的 FP16啊，那它就是属于它4.38个 LOPS 的地位。所以是说呢，它就等于是说它可以是
比之前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 AI 运算方法还要来的强大，来的强大。所以是说呢，你现在中国是不是可以在 AI 大模型那边获得立即性的飞跃呢？当然不是，我还是讲不是，因为林盛它最主要是做科学运算，科学运算主要是做什么医药啊，或者是一些生物实验啊，或者是一些你是更高精度，比如量子运算，它软体的撰写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中国的林盛它是可以去做比现在 LLM 的一些 AI 大模型，包含了现在 GPT 或者是 Cloud， 或者是你的一个 Group， 或者是你的 Gemini 都一样。他做的是比他们更高阶的，是专心对待后端的科技发展所需要使用到的这个一个技术，它并不是完全是给 LLM 去使用的，并不是这样。说中国之前有涛定律，然后它让它的晶片可以获得一样的更大的大小，比如说你是7奈米的，但是它可以获得5奈米甚至3奈米的一个结果之外，它现在又有林盛啊，它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这造成的是说，它本身的科技在后端开始，它不跟你去前端去跟你对打所谓的大模型，它能不能发展得多好，语言大模型能够发展多好，它直接去把这个运算力放到后端去研究这些所谓的科技的发展高科技的发展，而不是在于百姓能够去使用这个东西所以他们是变得国家的一个超级计算跟特定领域的数据。而不是在一般的地方。而在这个状况之下，目前 OpenAI 跟 Anthropic 它本身还是非常的强大那这我们知道OpenAI 它在前2天它的一个 GPT 5.6 也发布了。但是没有意外的，它被美国下了禁令你这个所谓的GPT 5.6目前暂时你也只能给美国的那个限定的企业，比如说20家跟军工相关的企业来去使用。那什么？Anthropic 它这家公司原来的 Fablefy 也是一样它或者 Mesos 都一样，都是只能给这个美国的军工产业去使用。那么这就产生了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 OpenAI 跟 Anthropic 它本身就是一个商业的组织，那么你既然发展新的模型，那它是不是应该用这新的模型去稳固它的客户，维持它的订阅人数呢？或者应该用它的词源、它的 token 能够一直不断的被消耗呢？因为这是赚钱的一个前提条件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因为怕被人家盗版，所以说就限制了这个所谓的 OpenAI 或者是 Anthropic， 你这些模型不能够对外使用。所以老师说了，不能够对外使用，是指美国人你当地本地人的美国的也不能够使用，你就只能给那20家的军工企业去使用。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那些 OpenAI 他们会不会产生的一些抗议呢？答案是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些公司你进入到军工体系之后，你受到他们政治庇护，所以说你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资源有资源，所以他们没有外面这些人的这些资源的消费，但是他有美国政府的大力的支持，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来讲，我们看到如果是说美国政府愿意去支持 OpenAI、Anthropic 他们发展更强大的模型，这个对国家利益来讲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即使这些 token 被美国政府消耗掉了，那么答案也是一样，它没有差，结果没有差太多。你用$16的消耗，你才能换得$1的利润，1比16了，各位去理解老师的意思，1比16他们的大模型的消耗能源跟他们消耗资金的速度这么快，你去花1块钱花16块钱美元产生出来的算力，你只能对我们这些百姓，你只能收到$1。所以它无论如何，它卖给美国政府也对，卖给一般用户也对，它都是亏本的。那么这些公司当然选的是说，我当然靠美国政府这个大腿。那美国政府大腿，当然他们给我钱就稳定。那你们去外面大家互相的撕咬，那我不一定可以赚到这么多钱，这个是一个考量点。但是第2个考量点是什么事情呢？既然他必须花这么多钱，你才能够得到这些算力，那么美国政府能不能从这些算力之内得到他所要的一个结果呢？这个东西是一个问号。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Anthropic 它的 Mesos 跟它的 Fablefy 是非常强大的。我说真的，那真的非常强大。虽然我只用了3天，但是我对它的强大真的是目瞪口呆。真的是目瞪口呆，怎么可以有这么强大、这么完整的运算模式呢？说真的，真让我非常非常的一个诧异。但是呢，问题就在这里你这个东西到美国军工产业，它能不能创造利润？能不能比如说创造利润的，能不能够有这一些的实际上给它的功能呢？我相信长期是有，但是如果你只放在军工，那么美国已经世界最强了，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追踪可能战争上面的一些情报运算。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你花的成本有可能会太高，因为你有没有让他拿到，有没有让这个市场流出去，你都可以用到这个东西。
那么你就可能得花更多钱。对于美国的本土企业来讲，你既然已经有了 GPT 5.6，因为目前为止老师自己在使用了5.3、5.4已经强悍到非常厉害了，你更不要说5.5了，说5.5他妈有个贵，我用不起了。那5.6更不用说，它没在市场上发生。那么美国自己的中小企业，这是他们新创产业，他们也只能用 Opus 4.8，或者是 GPT 5.5，或者是其他更刺激的一个大模型。那么你是不是也是等于扼杀了你自己美国本土的这些厂商这些新生代的一个公司，这些新年轻人，他们拿不到最好的工具，那么请问你要怎么让他培养起来？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大学可以创造出很多很多优秀的理工人才，但是问题是在哪里？你有没有给他工具就像中国来讲，中国你就这个地方做的是很差我没有说我们要吹捧他，我告诉你，中国做的很差，对不对？那个资工在大学里面还教 HTML， 还是在去教那些很基本的网页设计，是不是？那根本就跟不上时代的东西你不教 AI， 还怕学生用 AI， 在美国的大学也是一样，也怕学生用 AI， 对不对？因为你说论文做一堆 AI 写，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要求别人写出来让你看不出来，或者写出来他能不能答辩？如果他 AI 写出来他还可以答辩，那么这个 AI 对他是有用的。但是你老师没有跟上对不对？无论是中国或是美国或是世界各地的这个中层的教育阶段的都没有跟上 AI 这一套，那么你就又不给新生代他们叛逆，给他们工具的机会，那么你要怎么去使用呢？这个问题就是非常大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林胜林胜这个东西它也只是开始，所以说它本身能不能去取代别人，或者完全去戒掉这个 GPU， 那也是不行的也是不行的。它目前很多的产业还是需要 GPU， 不是说林胜出来之后，中国再也不需要 GPU， 再也不需要辉达，没有，因为我算过黄仁勋7年前我算过他还有5年大运，算一算他还有2年大运，所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前几年2024年的时候我看过他还有5年大运，对，现在2026年嘛，2年还有3年大运，2、3年大运，对不对？不会突然断崖式，还会慢慢往下坡走所以说看他命格我就知道中国再过2年就会起来了。就起来了，好吗？所以说呢，这个美国那个英业达 NVIDIA 它里面的所谓 GPU 跟他们的一个苏打那个所谓的光传导的一个体系基本上还是很强大。只是中国自己有林胜之后，它可以用 CPU 去达到类似的加速跟运算。那么这对中国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始，只能说是开始，不能说它立刻有用，因为英伟达它本身已经有了规模经济。它本身库存的 H100 跟3叠的一样高，对不对？更比如说 H200 了，它现成的这些产能所制造出来这些 GPU 的存货，就已经可以把你整个把你打得脱裤子都没有什么问题。说中国你现在有林胜，那么你还得等2年，你的那个整个算力才会慢慢上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好吗？好，我们尽量把每个事讲短一点了，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台湾台独团体之首喜乐岛大院统一，喜乐岛那是什么玩意儿这样讲我好像没有礼貌，但是我说真的，那个你不要拿几10年前那个什么喜乐岛我这样讲不好听了，但是也是说它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好吧？喜乐岛，我告诉你，现在的那个20岁以下，喜乐岛几个人听过？找老头老太太过去，可能金老师你也没听过喜乐岛，谁听过喜乐岛？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喜乐岛？都50岁以上、60岁以上听过喜乐岛。季老师，你听过喜乐岛没有？他没听过，对不对？他住海外，从小在海外，那不能算，是不是？里面50、60岁以上，谁知道你喜乐岛他是什么独派对不对？哪一个自己以为自己救国救民拜托你上世纪的人物了，就不要去掺和这一些了，好吗？我都是过气人，你不要说你们了，对不对？过去就是过去，那不用去想这些事情了，好吗？为世界发展核弹是00后搞出来的嘛？不然可能20后，不是00后，是20后的事情，好吗？云农民中国农业发展出来的这种项目是没有错有开始是很重要，直播一直卡，各位有卡吗？我看不到有卡，好吗？感谢出件赞助，好，感谢出件赞助，谢谢哈。直播一直卡，你可能在哪里呢？你可能不在台湾吧？你重新整一下，我这边看是没有卡，大家看应该都没有卡嘛，对不对？应该都没有卡。说核战那个事情你们等个20-30年吧，好吧？那个基本上现在谁打核战呢？这是闲出屁来，好不好？没有人可以收尾的东西，你真的闲出屁来了不然不会打核战的啦。说真的，核战这个事真的是可以放心闲出屁来才会打核战。好，那我们接下去今天我们要把节奏掌握好，对不对？这个所谓的 tempo， 我们把 tempo 掌握好。大陆没卡跟网络问题OK。
好，最后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韩国的金融，韩国的股市啊涨到一个胡说八道，因为总统带头的是怎么样？带头的炒股。就他在之前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就说过，他们都把韩国股市带上天，所以说他们现在韩国股市啊真的暴涨多少呢？不是几趴而已啊，是今年暴涨了几倍啊！嘿，一年之间暴涨几倍啊！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疯狂盛宴呐？所以到现在韩国又开始进行了炒房热。之前的那个全租房事件，那韩国的这个房价一下去，现在呢，透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股市啊，整个又把它拉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你要买这些三星啊、海力士啊等等之类的哦，你就股票就一直砰，坐飞机一样一直往上去涨，对不对？往上涨啊！因为韩国政府也砸了7500亿韩元，7500亿韩元听起来是不是很多？也没有多少了。我说白了吧，7500亿韩元也就是5.7亿美元，5.7亿美元呐、啊。去压住功率半导体，他认为这是下一代的记忆体，但是5.7亿美元，在我们一般来讲是天文数字，在这半导体产业里面，那叫杯水车薪啊！你有压跟没有压，其实没有差太多，大家分一分也没钱的啦，对不对？三星跟海力士他们的高频宽记忆体啊，因为 AI 需求爆发，所以说呢，他们可以直接供货给辉达、AMD 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做，他们获利都可以持续创新高。这个都是正确的，我没有说这韩国涨完全没有道理，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状况之下，韩国本身就是一直在进攻这个半导体的，还有他们的电力设备，所以说还有他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造船国的一个强国，造船的强国啊，不是造船国，造船的强国。虽然他们人口少，没办法跟中国去比造船，但是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造船的一个强国。所以说呢，他们一样跟过去公元2000年一样，贴上了 AI 的标签。资金就是疯狂的涌入啊，就无论你做什么，你要加上你跟 AI 有关系啊，你就可以上市，然后就可以不断的去让你股价往上飞。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去理解到一件事情，我们之前在看到马斯克啊，那个伊隆马斯克他成为万亿俱乐部的一个第一人啊，但是他现在是不是万亿俱乐部了？没有，他跌下来是在9500亿，9500亿也是很多、啊，一个人9500亿耶，对不对？那个韩国政府注入半导体才5.7亿，那这个马斯克个人的身价就9500亿耶，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资本是不是很恐怖的东西？马斯克一个人是干掉几个国家都没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他是货真价实的富可敌国、啊，对不对？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在于是说，你这些所有这些 AI 的东西啊，伊隆马斯克他上去会下来，就是因为你本身那个获利的条件它是有上限的。像我们讲到它那个 SpaceX， 它里面所谓的那个可回收的火箭，它已经造了全世界90%以上的一个市场了，是不是？都给你，你也不过只有1-2千亿美元，那你凭什么上万亿呢？是不是？你就没有这个条件，因为你根本就不挣钱。但是半导体挣不挣钱？半导体是挣钱的，那现在会挣钱，未来也会挣钱，这个是一定会挣钱的。但是你挣钱的幅度支不支持你有这么高的股价？这个跟台湾的股市是联动的，台湾有人喊那个股市上5万点，这个东西我们不说它会不会上5万点，各位人去想的意思是在哪里呢？是你现在对于股市的期盼值之高，高出它本身能够创造出来的业绩。因为 AI 的东西再怎么需求，你这个三星它也不可能明天就盖一个新厂，后天开始投产，就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件事情呢？是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的。加上你所谓半导体，你所用到的这些稀土，你很多东西还跟中国是有关系的。哪一天保不齐的，它又来一个禁运，你要怎么维持下去呢？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日本现在就被喝出脖子来讲，说人家没有说日本现在很好过，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日本因为军事他们想要当在军事国家的回魂，所以他现在想办法打一仗，要跟中国打一仗，打就打吧。中国是真的是非常期待。但是他会一定会把台湾当跳板。我说真的，日本要跟中国开战，他一定把台湾当跳板。为什么？因为先把战场放在别人家，对他来讲这是最有利的，好吧？任何的战争都是这样，战火不要波及自己，一定是有他其他地方当跳板。所以无论是与那国岛，无论是冲绳，无论是台湾，无论是钓鱼台，都是一样，一定都是日本的跳板，因为这是最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的东西。但中国也知道，你要做这些事情，你一定往这方面去走。说中国已经把台湾收紧了。东南西北已经把你包饺子包起来，这不是我说的。前2024年他那个所谓的亮剑演习，我跟各位去讲过，中国部署的那5点，他就是要把台湾包围起来，而且迟早会包围。就现在好了，每个日菲之间，他们做一个协议之后，那你就直接让中国去跑去台湾东部去巡航了，你拿他没办法。
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形势比人强，它把你包起来了，东部海都包起来了，那么你都跑不掉了。跟过去他们所谓的这个亮剑演习，把那个5个点包起来，其实差不多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韩国的股市跟台湾的股市，他们的这个目前来讲，你要去考虑到一件事情是，世界上现在不能够完全相信美债，而且美国的通膨也没有降下来，那么其他国家也在升息，在这个状况之下，动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怎么样能够让资金安全？那么就是投入这些金融市场，你把股市推高，在获利了结时候大量的抛出，然后你再用另外一个方式做空。多空都有的赚，那是指资本家可以这么干。所以现在把它吹得越高，那么你跌的东西一定是越深，因为做空更好赚，做多好赚，做空也好赚。对冲基金怎么来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既然你没有办法让三星、海力士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他们的公司可以立刻提升他们的产能，而是你任何的货都得一个一个交，你都得不断的插单，你也不断的是说。我去接你的单，排到3年以后，我只能确保你这3年你业绩是有，但是问题就在于，我先给你排队要下这个单了，3年后给你，我有没有可能临时会抽单？那也是会临时抽单。所以说你现在看到股市非常旺盛，会吸引到全民去炒股的状况之下，老师建议你可以加入啊！我说真的，你可以加入，我不是说清心寡欲，看别人涨就好，反正陈老师你没钱，你玩不了，你不能叫我不玩嘛，我没有这么说，我没有钱玩，你可以玩。但是请注意一件事情，你的仓位的控制一定要有严守的纪律，你千万不要去搞大杠杆，那会死掉的。我说真的，那会死掉的。维持3到4成的资金在股市那是可以的，对，你不要去做大杠杆，不然的话，你一个波动你就完蛋了，你这死翘翘的，一定死翘翘的啊！千万不要去干这些事情。所以说，目前三星、SK 海力士的他们的获利周期都在最高点了，所以说。目前能够看到出来讲，它距金融泡沫的一个实质上是会存在的。那泡沫之后，它会不会对于整个国家进行重大的打击呢？不大会啊，不大会。但是呢，因为国家它是撑得住的，但是问题是百姓你撑不住，因为你现在这些工程师这些人去跟着买股票，你都挣钱了。前提是你这些买出来挣钱的，你是放在银行的账户里面，它才叫挣钱。如果你的账面是已经从1亿日元、1亿韩元或者1亿台币变成3亿台币，但是你没有把它拿出来放到你的银行账户里面，对不起，那叫纸上富贵，因为明天它可能分文分批不剩，它明天可能分批不剩，就是因为你对它的高估已经高出它的一个它能够承受的范围了，那是不行的。所以说出关之后，每一步路你都得自己走。虚有小我里面跟各位去讲过的，你就必须去知道。推高这么多，连任何人都知道，现在去股市都会赚钱的时候，你一样可以去赚钱，但是请小心你这些财富，你有没有把你的获利落袋为安，然后让利润去炒利润？那这个东西才是你该去做的事情，而不是你本跟利都在里面。然后跟我讲是说，老师现在是千载难逢，如果你都知道千载难逢的时候，你就是被做局那一个。但是你把本拿出来了，拿利润去滚的时候，对不起，你的胜就是了不起，我就是打回原形，但是我没有亏。那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东西，好吗？这是非常重要的，各位不要去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绑在那个上面，好吗？最后我们稍微补充一下 AI 的东西就是康宁康宁的玻璃基板它的光模块现在其实造成了中国有一些很重要的厂商，可能过2天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洗牌，意思就是什么呢？康宁的玻璃它就是之前其他的 PCB 他们要用的这个光传导的时候他们是用光纤，但是呢，光纤它可能要发4条、8条、16条去传出这个资料。但是康宁现在跟你讲，我都不需要那些光纤了，我给你一块玻璃板你这个玻璃板你只要把角度传一下、改一下，对不对？我里面都已经刻好纹了，你就可以直接改变你所有的一个发射的取向，而且不限定你光纤的数量。那么这个东西就对现在中国有一些专门做那些光纤的，还有那些接口的，还有线材的还有一些基板的，都造成很大的影响。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话题性影响，因为实质上这个康宁本身它还是说光纤是不可废的，它只是可以让它效率变得更好，甚至有些时候是可以节省光纤的，不代表这个玻璃模块一进去之后你整个 PCB 的产业或者其他的一些光纤都没有需要，那并不是这样这个东西其实关键还是在于是说，你真的要让它去取代，变成一个新时代的光传导的一个模块，那么它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所以说2026年目前为止能够造成影响的，无论是林胜，无论是涛定律，无论是康宁的玻璃，
这些东西他们都还需要时间去发酵。但是优势在哪里？优势就是在于是说，中国它自己对高科技的自给自足是越来越强，它可以慢，但是它每一步走得稳。而康宁本身也是美资公司，那它也取得了一定阶段的高科技素材的优势。说这个优势能够维持多久，那这个东西还要在意。但是问题就在于，你一般的百姓、一般的企业，你能不能够在这个 AI 产业在升级的时候，你能够获得这个时代你该有的工具？如果你没有获得这时代该有的工具、该有的转变，那你在未来2、3年之后，你必然面临淘汰。就像老师在2018年、2019年告诉各位过，不动产你在中国买房子，你一直稳死的。一样意思，它需要几年时间去发酵，但是有没有成真？成真，为什么？因为趋势是可预见的。前2年我刚跟各位去讲，新青安必定会造成房市的一个大的一个弱点。那么现在有没有？现在你现在要去缴正式的钱了，你缴得出来吗？你原来缴1万多块，你现在缴4、5万块，你缴得出来吗？你又想是说把这个钱换个地方贷，继续延长30年，然后再涨5年的宽限期。你怎么看都对，因为你好像我都用最便宜的钱去买，但是必然就是你这个债根本就没有消，债没有消，那你要怎么去做这些事情呢？各位，我们一定要去明白一件事情：台湾没有新生儿，台湾你出来的像上个月出来这个5月份出生的婴儿只有6000人，死亡是12000人，你的人口是不是出生人口是开始腰斩的？在这个腰斩状况之下，你1年只有7万个学生，全台湾，你在6年之后新生儿入学，你不到10万，有没有听懂老师说的？你在6年之后，你今年生的这些小朋友，你要去入学，1年不到10万，是全台湾，全台湾，懂老师的意思吗？你只有10万人，这些10万人，这不到10万，我就说这10万人，这10万人。在他在15年之后、20年之后，他要出来买房买车，只有一个人只有10万人，你6年也才60万人，台湾那个房子多的是几百万，你要谁去接你的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再换句话说，台湾这么多的大学，你今年新生的只有不到10万，能够要去上大学的，最终也只有6、7万。台湾到目前为止，大学毕业生也只有6、7万，目前为止每一年就只有6、7万。已经到签名，你会签名可以上大学了，不管你分成绩了，对不对？你他妈签名可以上大学了，请问一下，都还只有6、7万，而且还是现在的哦，你17、18岁、18、19岁的人去念的，你还有6、7万，那请问一下，今天这样的出生率，你真的冒到上大学，你扣掉出国的，扣掉这个西进的啊，扣掉一些我不想念书的，我想做 HRD， 那你剩下多少人去念？3、5万人。1年3、5万的大学生，你告诉我台湾的产业你怎么去维持？你这3、5万的大学生，你连进入到台湾基础产业你都不够，因为厂商已经倒掉了，因为没有人消费，因为就这么些人，你也消费个屁，消费个屁，你能够消费吗？有2300万人这样子的已经到了峰值了，你最后你只能快速的往下跌，这个是不可逆的趋势。那你告诉我，你新青安你背了10年，我让你换代10年之后，你还是30年。你还没开始缴，你告诉我，台湾房地产能看吗？新青安2.0能刺激房价吗？我告诉你，办不到，办不到的，因为台湾有钱人很多，炒房客也很多，他们不是傻的。这样的出生率，我为什么还要炒房？疯了吗？有没有人买？有，傻的人还是有。不要说每个人跟各位一样聪明，傻的人还是有，不多了，好吗？不多了。哦，那我们今天直播那个地方刚好差不多结束了哈。那个有什么问题？哦，看财产贝森特，然后这边他97年金融危机策略来收割全世界，差不多的意思，的确是这样啊、差不多这个意思是这样子，没有错的。哦，跟大家讨论一下，疫情中国输血全世界，后来越南美债，哦，中国输血全世界，那个是当时啊，现在另外一回事啊，现在另外一回事，好吗？卡特卡卡的，有个画面卡，是不是被辨识了？可能是哦，有可能哈、接班侠看谁跑得快，那个是很大的问题。今年会有股灾，我认为会有，好吗？然后直接被民主限流了，卡了吗？卡了我也没办法，卡了我也没办法。那这个事情如果真卡了，那我也只能认了啊、
那最后跟各位讲一下啊，这闲聊现在已经10:02了，我就闲聊是什么呢？我个人呐，我陈某人，我一个算命的，好吧，我一个算命的，我觉得最近的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地壳上的变动，地震的危机是比较有的啊，地震危机是比较有的，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呢，据我那个耳石的震动，那个高频率的声音啊，我觉得这个地震可能会蛮大的。好，在哪里我不知道啊，我不用我在哪里，我没有去看在哪里，我哪有时间呢、对不对？我现在写教材写那么多，我没有时间了，睡觉都没有时间，看我头发上个月才染，这个月又白了，对不对？啊，这个没有时间，但是你没有买地震险的，你出行你有没有买意外险的？很多事情你必须要去准备一下。我不知道在哪里，我没有说在台湾，我没说在日本，我也没说在中国的西南边陲，我都没有这种讲这些事情哦。但是呢，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啦，因为地震板块这个事是可以谈的。之前我们去预测那我们的厄尔尼诺，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现在应该确定了吧？今年应该就是厄尔尼诺，就是圣婴现象吧。所以说那个节气啊，就开始延后了一个节气，所以很多地方呢现在开始下梅雨，那早就该下了就没有下，那现在开始下，那自然会往后推一个节气。但是呢，重要的事情是这个地震啊，我觉得各位留点心眼吧，好吧？你如果没有你有物业的，你没有买地震险的，买一下嘛，那才多少钱？比火险便宜吧，对不对？地震险买一下哦，那有些事情啊，先做准备。那如果你个人没有意外险啊，你看有没有除外条款？地震天灾有些人不赔的，而我有，一年也不过1-2万块台币的事情，买一下嘛，对不对？哪一天呢？你这出门忘记回家了，家庭老小你有的用嘛？比如说老师下周五我要去上海出差，然后要去将近1个月的时间，上海7月3号去上海，7月8号去杭州，7月13号去成都，对不对？如果我在哪个地方忘记回家了，金玲老师就发财了嘛，对不对？几千万就到手了，是不是？我一辈子不知道赚到几千万，金玲老师你就发财了，对不对？我只要没有回来你就发财了，哦，你就发财了，对不对？这也是不是一个准备？那也是了，好吗？各位要准备一下，好吗？哦，卡到下播，南美洲已经大地震了吗？委内瑞拉我不知道哎，有吗？有吗？居老师啊，真有啊！靠腰嘞，完了，这我们前2天讲的是应该提早讲，不委内瑞拉我们也没办法，也没有委内瑞拉的观众。日本吗？日本也地震了？哦，我不知道，今天的新闻吗？这2天的新闻啊，那 OK，我真的不知道哈，那个真的是非常的遗憾哈，这声音还没有消了，所以说各位还是准备一下好了，好吧？啊，最后啊，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哈，《西游降我录》是老师呕心沥血，是上天要给介老师的这个笔啊，来跟各位去讲的故事。任何人，任何人哦，你一定都会从这个故事里面找到你人生的启示，总加起来将近100万字，比哈利波特的字还多。我花了几十万的钱给各位，我花几十万是小钱，只要能让各位人生上，你这个东西你连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些人生迷惘，它都会在《西游降我录》里面给你这样的点拨，因为不是我给你的智慧，是老天爷借我来告诉你，从《西游降我录》里面你会找到一个你这辈子一直想不透的功课。我没办法一个一个去告诉你，但是上天已经告诉你，来看《西游降我录》，你的人生疑惑将被解开，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它都可以帮到你。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姓名学学一下吧，对各位是很有用的。那至于要不要就行家，给老师几天的时间去思考啊？我看我时间来得及，边出差边拍素材嘛，啊，给各位来去上这个课啊，好吗？各位先收看陈老师，我们下次见。日本东京说晃动很严重哦，惊死人啊，惊死人，太可怕了！希望各位平安，好吗？大家晚安，拜拜。